坐这儿吧，坐这儿吧。这还有个火盆，还得把它点燃。它怎么点啊？怎么点呢？搓。你有没有看我过那种抽象出去荒野求生那种？哦，我看过，看了是吧？就是贝爷的那个，对，类似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我给你画了幅画。哦，我去把那个画给你。好，你在这里等我还是？我在这等你。哦还搞了个小画像。你先说，你觉得你自己画的好吗？很好啊，真的。是吗？你不觉得很像你吗？你知道我给你画这个？哎呀，这有进步呀！想让我是不是给你拍照？就是这个动作。转过来。还有点像呢。啊，蛮可爱的。这个是什么？很像，真的很像。确实，有那个神韵在。我只能画这种卡通的，其他画不了。你这画一次就画成这样了？对啊。不错啊。但是有些细节都画不出来，这头发上面啊什么弄一下。有些细节你画的被你擦了。我为什么能被你发现？我是一个观察很细致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有那个东西？我知道。你知道？他俩就在这傻笑，啊，挺可爱的。拜拜。拜拜。来了。哎呀，外面的风是甜的，还好吧，酸的，还好吧。挺好看这衣服，我的外套怎么样？咬的？我觉得真的缘分好神奇。就是我到现在为止跟宇航其实都没有进行一些深度聊天深度的交流。对宇航，我感觉我们的了解太少。怎么样？听完的感觉？其实聊也没有聊很多，没有聊很深，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戛然而止。我发现每一次都是。所以今天我就问了宇航一个问题，我说是感觉重要还是相处重要？他说觉得可能感觉更重要。那你也是感觉更多？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是感觉更重要，但是这一次我就开始怀疑自我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一见钟情，我觉得是一见钟情更重要的人。我会觉得一开始的感觉很重要，然后后续的相处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是以一开始的感觉为前提的。但现在会觉得可能相处、缘分这些东西会很重要。就是怎么可以就是这么刚好呢？其实我这一次，跟子涵的
这一次旅行更加认识他了，好像更加的，就是相处起来会很舒服。哦，我觉得这2天玩得很开心，他真的还挺懂我的。那所以你的偏向是有？我真的现在是完全不知道了，我现在是真混沌了。哦，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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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航有点危险。你今天是聊了吗？聊明白了吗？我不用聊明白，我就能感受到。唉，我刚刚其实也很难受，但一帆回来跟我聊天，聊着聊着，我发现我就好多了。我跟一帆都很认可一个道理，就是过程重要，结果不重要。毕竟自己决定不了这个结果，你再把它看得很重要，其实就是会让自己越来越难受。我喜欢小娇现在的那个状态。我昨天晚上跟方医生一起去买外卖的时候，是我俩一起走的，比我想象的要开心、轻松、愉快特别多。在我的心目当中，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那我觉得就是喜欢也不一定要得到，就是他如果跟别人在一起很幸福，我是 OK 的。对，没错，就是要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状态的。就是我其实觉得刘子涵的状态是，只是他的理性在告诉他自己要 let go， 但是他的感情其实有点难受。你不要忘了，他们这次的遇见是刚刚2天的旅行结束哦。你跟这人经历了2天，哇塞，都很开心。那刘子涵呢，他自己也说了，他是需要反馈的人。我可能会觉得子涵还有希望，因为痴痴说他现在是真的混沌了，他在此前都是有倾向的。对。他此刻那个原本的倾向变成了混沌，是，但是他那个是跟多多说的嘛，子涵不知道呀。对啊，差别是他不知道他们那段谈话，所以他在那时候看他们在上面聊天聊那么久，那个心情其实还是很。但是我会觉得子涵跟那个痴痴这2天相处中，应该不止痴痴觉得很舒服，子涵应该也能感受到痴痴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那个状态，哎，又是好的，又是舒服的。我觉得他可能在慢慢找到自己的舒适点。他跟宇航，他一直觉得就是戛然而止。对，话题总是让他感觉很不在他的想象和控制范围内。其实宇航他不会主观的想要去忽略他的感受的，但是他有的时候看不到，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情感的需求点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不同频。但是你知道，作为女生来说，情感的需求如果总得不到满足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失落的。他看不见他的情感的需求，但是子涵能看见。痴痴说他要改变的时候，子涵会告诉他，其实改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告诉他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压力，你吃甜吃东西来释压，就子涵总能解决到痴痴内心的情感的需求。他摇摆就是到底感觉重要还是相处重要？我觉得感觉是个敲门砖，一定有了感觉我才会想要相处。分人，有的人真的就可以在相处中越来越有感觉，有的人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先有感觉，但相处之后那感觉可能也就没掉了。所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看缘分。但我自己觉得2个都很重要啊，就是感觉很重要啊，因为你没有感觉，你怎么会想要跟这人开始，对吧？但相处是决定你们2个可以走多远，所以都重要。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
一种是一上来就很猛烈的感觉，一种是好像啊处一处有点感觉，处一处有点感觉。就大家一般选的是不同的感觉，而不是说有感觉和没感觉。对，是，就是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一上来就很猛烈的那个感觉，会大于那种在相处中有一点的那种感觉。大家可能年轻的时候都会在价值观上更有前者的倾向，会把前者更多的跟真爱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就是那一种相处中有一点感觉，不一定比那个一上来就猛烈的感觉差，是它只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我特别同意这个的原因，因为感觉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感觉，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想象。True。很多时候人会依据自己对一个人的想象来跟他相处。我认为他是什么样，我觉得他就应该什么样。那么他真实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只有通过相处，没有不对，只是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风险点，就有可能你的失落和落差来自于真实的人跟你想象中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往后来看吧。来了，现在即将释放唯一一张日落时间邀约卡，第一个发送名字的人将获得最后一次日落时间约会的机会。比速度的意思吗？好紧张。 Let's go， 最后发力的时刻。最后发力是谁？我已经知道谁了。首先排除多多。你这个推测其实真的蛮不用脑的，但是准是准的。谢谢你的心理安慰。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推理的内容呢，就是最后一次日落约会的组合。哎呀，让我每次到这种环节，我就有点想玩点偏门的。子涵多多。哎，这太偏了。我跟你说一声，那个瑞龙可回去了啊，你可别太偏门。搞不好瑞龙万一这一期隐藏其实回来了呢 ？You never know。好，我瞎扯的 ，OK。我写完了。好，写完的同学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啊，来吧，小八。小芳、兰兰，你这么能推理，这个对你来说 too easy， 换一个。不是，我就想看他们俩。OK， 可以。安妮，你是什么？是方医生和兰兰。画的好好哦。哎呀，有点意思嘛，你们这个太 easy 啦。再画一对。现在咱先想想几个会冲刺的人啊。好。首先，方医生一定会冲刺的，他肯定憋着劲儿呢。对。然后子涵是肯定会冲的，对吧？宇航冲不冲？宇航，我写的就是他。我同意你的点。我觉得我说一下原因，宇航在上一次没有抢到，所以这一次啊，我理解。所以你是写谁跟谁？我写子涵和芝芝，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小马哥，你写的是子涵啊？我其实2选1，我有点在子涵和宇航之间，要不要来到宇航的这边？其实我内心是想的是子涵，因为我觉得子涵是最后的冲刺的阶段，但我觉得这会儿啊憋着劲儿了，就是宇航无论如何他都这个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我宇航吧。哎，我还画了另一对，这也是我很期待的一对。啊，子涵和吃吃。哎，你画的好好，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哈尼，你这版只能2选1。他们只有一对能抢到，对不对？对。我觉得方医生应该会抢。来，各位，我们现在最终时刻了啊，请亮板。好的，全部都已经确定了。那我们最后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日落约会组合到底会是哪2位呢？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接下来进入康师傅茉莉茶清香心动时刻。我们日落约会到底会是属于谁的呢？各位，我们请来看吧。